OK， 昨天偷到了一手黑莓之后啊，今天直接就是4连击，差一丢丢上王者。啊，这把发条猴子，虽然说那个黑铁资产吧，确实还不错。这里板甲一盒，后排拿个羊刀啊、电刀啊，过渡应该很舒服。给到这个2星的德莱厄斯身上，奈何我们抵挡不住威力提升的诱惑。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但是呢，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快感，所以看到之后还是忍不住想要把它拿下。我们前4个回合也是打了一个4连胜。那我们这里再叠征服者陈述，到最后一个回合的时候，我观察到有2家都是我们之间的战力非常的接近，我只需要拉6多一点点战力就能把它赢下来。所以决定这一波做一个风险决策，但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风险，因为我们拉6是上4铁血征服者，它能帮我们快速的叠出35、65还有100层啊，这就相当于是提前透支了一部分后面征服者给的经济在这一波提战里。但是很遗憾啊，我们最后没有遇到想要打的那一家。那好巧不巧，而且那波我没有遇到，但3-1遇到了。3-1的时候对面也拉6了，那这个时候就打不过了呀。本来想偷他一波的。本来我们的战力就很接近，他这里是5蓝发，5蓝发在前期只要有一个2星前排的质量，基本上是无敌的。为了赢下这波，我还特意做了一个羊刀，本来有电刀能合的，我只能说装备和经济双双炸裂。第2个海克斯，刷彩了，我们威力提升的优势显现出来。这里如果出冷彩管道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碾压的优势吃鸡，因为你有冷彩管道，别人没有，但是我们没有刷到。不过也还好，出了很多优质的海克斯。我在加冕礼和这个腰带一流之间犹豫了许久，但是鉴于我们没有腰带装，还是选择合成2件版本最强装备，狂徒铠甲。为了最大化战力，我们这里也是直接把德莱厄斯的装备拆掉，把头盔作为拉克斯的启动装来用。这个拆页器就是可以随时转换成战力的，你要舍得用的话，能帮助你赢下好多差距不大的对局。每个阶段都会发，它也不再稀缺。那能转换成战力的话，那肯定是转换一波赚一波。我们的征服者65层发了一个盖伦，我只能说这把有了。第3轮海克斯，可以拿一个经济了。这个玫瑰没有经济是真的玩不了啊。可以接受1到2个经济海克斯。那先来的是希尔科，那我们就用希尔科。虽然说统领这边确实不太熟，但是不熟到熟总要有个过程吧，1回生2回熟嘛，但总要有第一次。统领的话，启动装随便塞，感觉递到这里就已经够了，这个质量先观望一波。反正67滴血，哪怕是波波的未入的话，也不会被入死吧？那总得让我上到9级吧？毕竟我这个质量是能换怪的。4阶段的主要目的就是递到1张轮和能换怪的质量。那这里轮已经征服者发给我们了，那我们能换怪的质量就是后排的这个希尔科。就正常的一般的对局来说啊，如果你选的是3战力，那这里肯定是要低排的。那低到多少呢？很难判断战力，对不对？比如说穷局，那外面质量都低。副局外面质量都高，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质量才能稳定缩血呢？是2星的前排吗？2星的后排吗？还是4费要全2吗？很难有一个标准。那我有一个小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看钱，4-2的时候递到10块钱。那你只要是3战力的，你要上9的那种4费阵容，4-2的时候递到10块，4-3的时候20，那往后面推就是每个回合加10块，4-5的时候30块。那这样你就能在5-2的时候上9，并且还有10到20块地牌。而且你会发现，你只要是按照这样一个花钱策略去地牌的话，那基本上你的容错是不会掉太快的。那个战力在4阶段是刚好够打的。那这个呢，是我多年游戏经验总结下来的这样一个量化标准，仅供参考。那这里野怪也是出了一些还不错的闪剑，能做2套后排。那这一波的话，如果上9的话，也没什么钱地牌啊，所以决定憋一波。那憋一波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在5-1的时候被这家在巴西提过速的蓝发又入了一波容错，但是没关系，这个阵容玩的就是心跳，和外交相比的话就是完全的另一种风格。外交是恨不得在8级把质量递到满，波波递到0块都可以，4费没全2我是不想上9的。那黑美的话不上9就等于慢性死亡，血量来到了危险的10几滴血。启动了，启动了，启动了！启动是什么呢？启动就是10块钱。看到杰斯丢上去准没错。
希尔格，蚂蚱呢？蚂蚱来救一下，救一下。那这一波换怪的话是质量提升吗？两星机器真的能下吗？看一下啊，两斗士，3先知，感觉这个两星机器换努努可能是降质量哦。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卖这个两星机器人的话，可能也递不到这张蚂蚱，递不到这张蚂蚱，可能这波就被卡米尔给踢死了。哎，虽然过程可能全错，但是结果是对的。那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就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是短视的，是没有办法获取完全的信息的，只能凭我们的经验、现有的知识去做我们看起来对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背后可能是另一套逻辑在运转。那所以在你觉得好像事情在朝一个似乎不可遏制的很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仿佛那个崩溃的临界点马上就要来临，但事情的真相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很多焦虑都是不必要的。就以你后来的经验来看的话，是甚至有一些幼稚和可笑的。就看似所有的事情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力，但它的结果有可能是好的，谁知道呢？那话又反过来讲了，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啊好像顺利过头了，那也不要得意忘形。那常言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一点总是好的。这就是你卖掉两星机器换一星努努的理由吗 ？OK， 回到游戏，来对阵一家小圆却最看不起的外交飞机。那我们这里两星大盖伦到底有没有实力迎战呢？对面这个风衣卫好像有点说法哟，快速的把我们的盖伦给过掉了。这就是外交的实力，小圆却出来挨打。反正咪神是不会因为不会玩黑莓而诋毁黑莓的。又是一家蓝发小队啊！我今天拿蓝发小队吃了2把，都是左一的绝不浪费。可能大家都在卷黑莓的环境，俄罗伊又比较好2了。然后蓝发小队能拿到顶级的那种金色的战力强化的话，还是有上限的。哦，今天那把是有转的那个蓝发小队，带的外援是8人口来的一张兰博，然后到死那个兰博都只有1星，但是他带一个蓝发小队转，然后给了2个吸血装，打到最后他的伤害波都是基本上是和左一持平的。兰博这张卡得重视起来啊！就单卡强度非常高，不管是在外交体系里面，还是作为其他的大基板体系的外援，都是非常好用的。那昨天的黑莓内战，我们看到了黑莓先知的这个上限是要比黑莓统领要略高一筹，但是这一把常规的对局里面，我们发现黑莓统领在有极其稳定的下限的同时，也不输吃鸡实力。OK， 这一期的秘密榨菜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